1月28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到达北京，开启了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啊。这也是近期继法国、意大利、芬兰、韩国、加拿大之后第5位访华的发达国家元首了。看到这些画面呢，你可能会问，如今的风向是不是变了？是不是西方终于醒悟了，发现要和中国重归于好了呢？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仁。这些人啊，其实就是访华笑嘻嘻啊，回国妈卖批啊。如果你仔细去翻看他们回国通过的政策，再看看他们文件包里那些所谓的关键矿产的撤资令啊，再看看美国正在推进的 Fight China Act， 正如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飞机上对记者说的，我们是实用主义者。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来要钱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如果想弄清这些国家为什么反复无常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英国首相斯塔默这一次来到底想干什么。英国呢，现在处境就很尴尬了，脱欧后的后遗症还在，国内的通胀压力很大，经济增长就停滞了。而大洋彼岸呢，美国那位奉行美国优先的总统特朗普正在挥舞着关税大棒，连盟友都不放过。斯塔默他就没得选，所以他必须来中国找钱。但是他很聪明啊，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搞什么黄金时代的大战略，他这次来呢，搞的是精准收割。那么他要收割什么呢？第一是服务业这块大肥肉，英国是造不出便宜的电动车了，也拼不过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链，但是英国有金融法律教育嘛。斯塔默这次盯的是中国未来对服务业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数据预测，到了2035年，中国对商业和金融服务的进口需求量将增加70%以上。斯塔默这次来呢，就是想把伦敦金融城里的那些银行家啊、律师事务所塞进中国市场。双方甚至同意启动双边服务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研究啊，这是英国想利用自己的长板来换取中国的真金白银了。第二点就是给英国的出口商止止血，斯塔默拿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红包啊！中国把苏格兰威士忌的关税从10%降到5%，这对苏格兰的酒厂来说就是救命的利润啊！第三点呢，就是想赚签证费了。中国同意给英国公民提供30天的免签待遇。斯塔默希望这能让更多的英国商人来中国找机会啊，同时也希望中国的游客能去英国消费嘛。毕竟现在英国的零售业太需要人民币了。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更隐秘、更迫切的任务，就是他想当中间人。现在的中美关系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吧，基本上就是冷冻状态。美国在封锁嘛，中国在反制。斯塔默就想钻这个空子。他反复强调，英国不需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啊。他想把英国塑造成一个可沟通的桥梁，甚至是一个传话筒。但是这可不是为了世界和平哦，而是为了两边通吃。他想利用中国对欧洲市场的渴望来增加英国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呢，又利用他在中国拿到的订单回去告诉美国，看，我现在能从最大的市场里分杯羹了，你可别对我太狠哟。那么拿了订单，免了签证，喝了威士忌之后，中英的关系是不是就要春暖花开了呢？其实绝对不会啊！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更冷酷的原理啊，就是结构性回归。无论领导们在晚宴上喝了多少酒，说了多少好话，一旦回到伦敦、回到渥太华、回到巴黎，他们必然会回归到西方既定的安全结构中去。这个结构呢，是由军事同盟、意识形态和情报网络给锁死的。看看斯塔默回去会面临什么呢？首先是五眼联盟的紧箍咒啊，英国是五眼联盟的核心成员啊，也是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关键支柱啊。这个同盟存在的唯一目的呢，就是遏制中国啊。斯塔默虽然在访华期间对明阳智能的风力发电机项目含糊其辞，但是英国国内的安全机构早就盯上他了。一旦美国施压，或者英国情报机构给出所谓的风险评估啊，这些安全的商业合作随时会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给叫停。别忘了，英国虽然批准了中国大使馆的新馆舍，但是那是为了换取外交上的面子而设计的，不代表他们会放松对所谓的间谍活动的审查。其次是国内的政治正确了，在英国政坛呢，对华强硬是一种政治正确。斯塔默这次来呢，虽然是为了经济，但他必须在人权问题上做足姿态嘛。我可以100%的确定，他回去之后呢，为了平息国内保守派和媒体的批评，必然会在香港问题、新疆问题上继续高调发声。他甚至还在访华期间就已经提到了这种分歧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冲策略啊。
在经济上我拿你的钱，在政治上呢我就骂你的政策，这样呢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保住西方民主捍卫者的牌坊。最后呢还有一个具体的翻脸点啊，就是非法移民问题。斯塔默这次来呢，跟中国签了一个打击偷渡船引擎供应链的协议啊。英国指责那些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偷渡小船，引擎呢大半都是中国制造的，这听起来像合作啊，其实呢是埋了雷啊。如果几个月后偷渡船的数量没有下降，英国媒体和反对党就会立刻把锅甩给中国，指责中国呢配合不力或者故意放纵。到时候斯塔默就会为了推卸责任，必须就把枪口对向中国。本来呢，英国访华看上去是好事嘛，毕竟做生意，大家一起赚钱嘛。不过呢，在英国首相之前，很多发达国家的元首访问中国以后回去就原形毕露了，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啊，英国也就差不多这样子了。近期访华的国家呢，大部分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啊，只不过他们也饱受美国的经济吸血的之苦。那么要理解这些盟友为什么纷纷跳船到北京，我们就得首先看一下西大灯塔美利坚这一年都干了什么。随着特朗普 2.0 时代的全面铺开啊，美国不再是那个提供安全保护伞和开放市场的盟主了，它变成一个挥舞着大棒向盟友无差别收割的收租人了。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发起了贸易战啊，特朗普政府以边境安全和芬太尼的问题为借口呢，威胁对两个邻居征收 25% 的全面关税啊，这对加拿大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因为加拿大 75% 的出口都依赖美国。为了生存呢，加拿大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到加拿大总理在2026年1月匆匆飞往北京的原因啊。更深层的打击来自资本的封锁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刚刚通过2部极其狠辣的法律，一部叫打击中国法案，另一部叫做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打击中国法案是做什么的呢？它实际上是要切断美国资本和中国科技的所有联系，禁止美国的投资者，包括你的养老基金，投资任何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科技和军事企业。而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则更进了一步啊，它将受到关注的国家名单从中国扩大到了古巴、伊朗、俄罗斯等国，并且不仅禁止投资，还要求美国企业在涉及到半导体、AI 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海外交易，必须向财政部通报啊。哪怕你是通过第三国，甚至作为高管呢，在国外公司任职，只要你明知故犯的指导了这类投资，你就会被长臂管辖。这意味着美国正在构建一个封闭的资本和技术壁垒。对于像韩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完全依赖全球化生存的盟友来说，大哥现在的做法是，我不允许你跟中国做生意，但是呢，我也不给你提供市场，甚至呢，我还要吸你的血来重振我的制造业。在这种生存窒息的压力下，盟友们别无选择了，他们必须找到一个能让他们喘口气的备胎。而在这个地球上，唯一有能力提供这样体量市场和供应链的，只有中国。除此之外呢，这些国家还面临着一场更隐秘但更致命的战争，我愿称为电子堆栈战争。在过去，美国习惯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来制裁中国企业，意思是你只要用了美国的技术啊，不管你在哪儿生产，都不允许卖给本国。但在2025年呢，中国学会了这一招，并且用到了美国的痛点上，就是稀土。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第61号令实施了史上最严的稀土和永磁体出口管制啊，这可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哦。中国第一次使用了类似美国的长臂管辖规则啊。如果外国公司生产的磁体中含有中国来源的稀土，或者使用了中国的加工技术，那么这些产品出口时就要获得中国的许可证，哪怕这些产品根本就没有经过中国的边境。这招有多狠呢？美国的 F-35 战斗机、核潜艇、战斧导弹统统离不开稀土磁体，而中国掌握了全球 92% 的稀土加工能力和 93% 的磁体制造能力。新的管制规定呢，从2025年12月1日起，任何与外国军队有关的企业申请出口许可证都会被直接拒绝，这直接击穿西方国防工业的底线啊！美国虽然试图通过投资一些公司来重建供应链，但是这个时间跨度需要几年甚至10年啊！这就是西方国家感到恐惧的根源啊！加拿大呢，在2026年被迫采取了极度矛盾的策略啊！一方面呢，为了讨好美国，加拿大政府勒令3家中国公司剥离其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股份，理由呢是国家安全了，他们试图把中国剔除供应链。但另一方面，加拿大又发现没有中国的技术和中间品呢，他们连电动车的电池都造不出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荒诞的交易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北京签署了协议，
允许中国电动车以 6.1% 的低关税进入加拿大，还设定了49000辆的配额。作为交换呢，中国只是降低了加拿大油菜籽的关税。这背后的逻辑是个物理学的逻辑意识形态是不能造电池的，也不能提炼锂。在物质基础的层面，西方国家发现自己根本就绕不开中国这个超级节点他们一边在法律上驱逐中国矿企，一边在商业上跪求中国的电池技术。这就是2026年电子堆战的战争真相。看完了美洲呢，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欧洲看看意大利和法国是如何演绎两面三刀的戏码的。先看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分层外交大家可能记得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但是2026年初，梅洛尼政府又拼命的想修补对华关系。他签署了新的3年行动计划，甚至在那不勒斯和维罗纳举办了盛大的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纪念活动，大谈丝路精神。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的经济呢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帮他卖奢侈品和机械。但是呢，当你把目光移到具体的企业上，你就会发现意大利也玩阴的。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倍耐力轮胎。这家著名的轮胎公司呢，其实大股东是中国的中化集团持股呢大约在37%左右。而在近期呢，美国告诉意大利，如果你们不解决倍耐力中国控股的问题我们就要制裁倍耐力，因为它生产的轮胎里有智能传感器会收集数据。于是呢，意大利政府就动用了法律，强行剥夺了中方股东的控制权。他们限制中方获取传感器数据的权限，甚至董事会里强行降级中方的地位，以此保住美国市场。同时呢，意大利还琢磨着怎么把中国电网从意大利能源网公司里踢出去。这就是意大利的策略了，嘴上全是友谊，是马可波罗，手底下全是清洗和设防。再看法国，马克龙总统在2025年12月访华，场面那是相当宏大。他要在航空核能上跟中国继续合作，还要把更多的法国白兰地和化妆品卖给中国。但是在同一时间呢，法国国内干什么呢？法国全面启动了一个外国影响力登记手册，任何代表外国势力影响到法国公共决策的人都必须在这个系统里实名登记，否则呢就要面临坐牢的风险。这个规则虽然没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用来防谁的。法国呢一边在欧盟内部推行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一边又在双边上展开跟中国的核能合作。以法国、意大利代表的欧洲现在玩的就是精准收割，他们只想要你的订单，不想要你的影响力，还要在政治区域和核心技术上与中国彻底隔离。如果说欧洲和加拿大还能玩点平衡术呢，那么身处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就是在走钢丝了。先看看韩国1月份韩国总统李在明不是访华了吗？这被韩国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李在明在现在的局势下是非常难受的。在2025年9月，美国商务部做出一个决定了，撤销了三星、海力士在中国的验证最终用户地位。这一决定在2025年底生效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两家韩国巨头在中国西安和无锡的半导体工厂再也买不到先进的美国设备了，他们无法升级工艺，甚至连维持生产都困难了。要知道，海力士40%的闪存产能都在中国李在明这次来北京是想求一条生路的，他希望能把韩国的半导体战略和中国需求对接但是韩国的安全完全被美国绑架了。就在李在明访华的同时，韩国不得不配合美国，限制高端 AI 芯片流向中国。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正在经历被动的去中国化，但是这个痛苦程度可能是让韩国失去全球储存芯片的霸主地位再看日本，日本的处境呢，就是他自己作的。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日本非常害怕，但是日本的选择是更紧紧地抱住美国的大腿，同时呢，在背后搞小动作。日本虽然在半导体出口管制上紧跟美国，限制了23种关键设备的出口，但是在2025年，日本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完全切断所有联系。日本企业实际上在悄悄填补美国企业撤出后留下的成熟的制程芯片市场空白。可日本也面临着中国的反制中国对日本采取了严厉的稀土管制这让日本的汽车工业面临断供的风险日韩的现状告诉我们，在中美这场世纪博弈中，地理位置越近，窒息感越强。他们访华不是为了繁荣，而是为了止损。所以呢，看懂了以上这些，你就看懂了2026年的世界最近这3个月，这些国家真是排着队的访华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爱上了中国，而是因为他们缺钱了，他们需要生存。所以呢，不要指望斯塔默、卡尼或者李在明回去能变成中国的老朋友。他们呢，就是一群精明的租客，美国涨了房租还经常断水断电嘛。
他们呢就不得不跑到隔壁邻居中国家蹭饭吃，借电池用。但是吃完抹嘴走人后，他们还得回到房东的屋檐下，帮着房东一起骂邻居。这就是2026年的真实情况了。所有的握手呢，其实都是在防爆玻璃后进行的，所有的微笑背后都藏着计算机和报警器。在这个时代，估计是交不到什么朋友了，只有永恒的利益和永远的防备。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五人。如果您感兴趣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留言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